你是一名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，正在享受午后的闲暇时光。这时，快递突然送来了1280本各式各样的书。这些书被排成长长的一排，毫无规律，自动分类系统又恰好出现了故障。更糟糕的是，明天一早前来上课的学生们就会涌入图书馆借书。如何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整理好所有书籍？一种方法是从最前面的2本书开始。如果这2本书位置正确，则不做任何改动，否则将它们兑换，然后再看第2本书和第3本书，重复这个操作，直到你排列至最后一本书。当你遇到应该位于末位的那本书，那么只需要将它不断地与后一本书交换，直至到达队伍末尾，然后再从头开始，就可以找出倒数第2本书，如此循环，直到将所有的书归位。这个方法被称为冒泡排序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但效率低下。在第一次循环中，你需要进行1279次对比，第2次循环则需要1278次，总计818560次对比。按每次比较需要1秒，这一过程长达9天。第2种方法是，先将前2本排序，然后将第3本书和第2本进行排列。如果第3本应位于第2本之前，则交换它们的位置，在它和第1本书进行对比。如果这本书应位于第1本之前，则交换它们的位置。现在你就完成了前3本的排列。每次将一本书插入之前已经排列好的队伍中，与前面相邻的一本书进行对比，并判断是否交换，直到这本书到达队伍中正确的位置。此方法被称为插入排序。不同于冒泡排序，这种方法通常不必比对所有相邻的书。一般来说，每本书被对比的次数只有前者的1半，这样总共的对比次数也就是409280次，需要将近5天的时间。对比的次数还是太多，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。首先，随机抽出一本书，称之为分界点，然后将每本书都与之进行对比，然后根据分界点，把所有应放在它之前的书放在左边，其他的放在右边，这样你就已经节省了大量的时间，因为你再也不必将左边的书与右边的任何书进行比较。现在只看左边的一部分，你可以从中再随机抽出一本书，然后以此为另一个分界点。你可以像这样不断地进行分割，产生新的分界点，直到得出许多的分支。每一个分支都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进行重排，比如插入排序。每次分界点循环所需要的对比次数大约是1280次。如果你的分界点分布十分均匀，那么把整列书分成128个分支，每个10本，大约只需要7次循环，也就是8960秒。将每个分支进行排序，每个约需22秒。这个方法被称为快速排序，它能将所有的书在3个半小时之内排列整齐。但也有特例，取出的分界点可能全挤在一端，这样不会省时间。幸好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，这也使得快速排序成为编程中最高效的排序方法之一。例如，它被用于网络购物中的价格排序，或是按照距离依次列出最近的加油站地址。在上面的例子中，快速排序为你节省了大量时间，多么有趣的一天！观看这段视频，获得更多规划人生的建议，了解科学家从计算机中学到了哪些时间管理策略，以及如何将这些见解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